我龚宁薇在给我哥打工的时候，正吃着泡面，喝着奶茶，突然出现一个角色扮演的人，看上了我手里的泡面和奶茶，结果告诉我她是当朝公主。当我还在笑话她敬业时，我却来到了她的朝代。他拿着电脑把我号打上了国服，不是你一个古代人，怎么比我一个现代人还会玩啊？第13次了。哥，薇薇，找到工作没？还没。我这边网吧缺个夜班前台，包吃包住，来不来？网吧？我学的是市场营销。你学啥我不管，你再找不到工作，下个月房租谁交？行。来啦，吃了吗？哥，你就让我在这种地方上班？这地方怎么了？月流水5万，纯利2万，比你在写字楼当小白脸强。夜班从晚上10点到早上8点，你就坐这儿，有人来就开机，没人来就刷剧。包吃就是我给你点外卖，包住后面有个小隔间，床我已经铺好了。谢谢哥。别谢，你哥我要去旅游了，网吧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什么？你要走？1个月的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对了，贵宾包厢2046的门有点紧，你使劲推就行，别让客人投诉啊。那是什么？新装的氛围灯。此地是何处？你是何人？那个，你们角色扮演社团包场了，还是你走错地方了？这些是什么法器？法器？这是电脑。你是在拍短视频？隐藏摄像机在哪儿？此物会发光。你不认识电脑？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来的？我是大梁王朝七公主萧青青，今日在宫中迷路，不知为何到了此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来网吧体验生活的角色扮演者，对吧？衣服挺真的，这刺绣不便宜吧？好好好，不碰。您是公主，我是草民。想吃？10块钱一碗。此物够吗？你这道具做的也太走心了，算了，当我请你的。这是何物？这叫方便面，中华美食的巅峰。此物竟如此美味。你不回去？我试了那道门，推不开。坏了，我哥说这门有点紧，但也不至于。等天亮了，也许就能回去了。你说你是大梁七公主？那你父皇是谁？你母后呢？我母妃，在我5岁时就过世了。皇后不是我母后。那你在宫里过得怎么样？不重要。多谢款待，我还会再来吗？
昨晚不是梦吧？架空，难道是小说里的？大梁王朝风云变幻，七公主萧青瑜，那个注定被送去和亲，在雁南关外香消玉殒的炮灰公主。七公主萧青青。宣和15年秋，皇后以七公主年满17为由，奏请皇帝将其送往北境和亲。七公主跪于殿前，无人替她说话。6本，一共238。宣和16年秋，和亲队伍行至雁门关外。当夜，七公主主萧青青被不明身份的刺客杀害。次日，大梁以苍狼普族四尾行约为由，对北境宣战。此战历时3年，死伤数十万。而萧青秋的尸体被草草埋在关外的乱葬岗，连墓碑都没有。就是个炮灰。小说里的时间线，宣和16年秋，现在是宣和15年夏末，还有不到1年，萧青瑜就要死了。我又来了，坐吧。还吃泡面？你在宫里怎么样？还是那样。皇后今日罚我抄经书，说我前几日无故失踪是要挟附体。她经常这样对你，习惯了。我该回去了，明日还能来吗？能，每天都来。还有1年。宫里的桂花糕，我偷偷藏的。你藏哪儿了？袖子里。皇后身边的嬷嬷搜过我一次，没搜到。好吃，比泡面好吃。那以后我每次来都给你带。你跟我说说你在宫里到底什么情况，就详细说说。我母妃是江南一个县令的女儿，当年入宫选秀被父皇看中，但她出身低，没有外戚撑腰。生了我之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在我5岁那年冬天没了。皇后把我接到她宫里养着，名义上是养女，实际上是多个干活的奴婢。她要我抄经书绣花，陪她的女儿们读书。我做得好是应该的，做不好就要罚跪罚抄。你父皇不管吗？父皇，他1年能见我3次就不错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想起小说里的情节，和亲前1天，皇帝在朝堂上问老七叫什么来着，太过分了。不过也无所谓，我活我的，他们过他们的，至少我现在每晚能来你这儿。此物叫奶茶。珍珠奶茶。世间竟有如此美味。你这句话已经对泡面、薯片、巧克力辣条都说过了。那是因为它们都很好吃。宁薇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是因为可怜我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值得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句话。宁薇，如果我有一天不再来了，别说这种话。七公主，皇后娘娘叫您立刻回宫。喂，我在洱海边看日出呢，什么事儿？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是说了吗？1个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问问。
宣和年秋，大梁元气大伤。史官在编年史中只留下一句话：宣和16年，七公主户，年17。你怎么了？皇后罚我跪了一整天，膝盖有点疼。她凭什么？她说我这几日昼伏夜出，行踪鬼祟，是中了邪，请了道士来做法，洒了我一身符水。宁薇，你最近老是看书，看的是什么？一本小说，讲什么的？讲一个公主的故事。什么样的公主？下次再告诉你，先把药上完。你在做什么？回消息，有个客人问包夜多少钱。这个会发光的板子，上面有字在动。这叫显示器，这是鼠标，这是键盘。我能试试吗？行，来，我教你。这个是左键，这个是右键，你轻轻按一下左键。它动了。对，你控制着它，来，把它移到那个图标上，双击。你以前打过游戏？没有，但这个好像不难。这算厉害吗？你管这叫不难？这个叫游戏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。你是天才吧？我该回去了，明天还能教我玩吗？当然能。一个古代公主打游戏比我这个现代人还厉害。七公主萧青青，生性聪慧，有过目不忘之能。什么是浏览器？你自己搜一下大梁的百科。这些不是我的大梁。那你那个大梁有没有什么历史书？有，史官写的，但我没看过。宁薇，这个叫战术的东西，你们的兵书上没有吗？兵书？什么兵书？我看过《孙子兵法》，你这个世界的人好像不怎么用。你看过《孙子兵法》？母妃留给我的，很小的时候就读完了。那你还会什么？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都会一点，但都不精。母妃说，女孩子学这些，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在没有人可以说话的时候，自己跟自己玩。青青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皇宫？想过，但我能去哪儿？我没有外家可以投靠，没有封地，没有钱。如果有办法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在宫里受欺负是因为你没有靠山，但如果你变得有用呢？如果你能帮你父皇解决一些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？我一个不得宠的公主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你学了这么多东西，总有用得上的。宁薇，你对我这么好，
是不是因为我那边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每次看书的时候，表情都很可怕，像在看什么不好的东西。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？青青，等我觉得是时候了，我会告诉你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好，我信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？皇后带人去行宫避暑了，宫里没人管我。那走，我带你去逛街。逛街？就是你这个世界没有的那种街。原来人间是这样的。走，先去买衣服。这些都是穿在外面的，露这么多，这叫时尚。来，试试这个。好看，比公主裙好看10000倍。这个好舒服，比我穿过的任何衣服都舒服。那就买它。还有这双鞋。这是什么神仙饮品？你这句话已经说了5遍了，现在是新口味的奶茶。那是因为它们确实好吃。宁薇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以后怎么还？谁要你还了？母妃说过，世间所有的好都是要还的。你母妃说的不对，有些好是不用还的，因为是朋友。宁薇，你是第一个愿意和我做朋友的人。傻瓜。我们查了你的网络地址，就在这座城市。明天下午3点，我们面谈。全第9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的水平可以当职业选手了？职业选手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专门打游戏比赛的人，能赚很多钱。我要是能留在这个世界，也许真的会去。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明天下午3点，宁光网吧附近的上岛咖啡，我们等你。谁找你？一个搞电竞的，想让你去试训。让我？用我的号打的，他们以为是我。那你怎么回？我不回，反正你也去不了。宁薇，最近宫里的气氛不太对。皇后走之前，把她的心腹嬷嬷留在了宫里。那个嬷嬷最近总在我住的院子外面转悠。昨晚我听见她和侍卫说话，提到了北境、和亲这些字眼。和亲？你想多了吧？你父皇那么多个女儿，不一定轮到你。也许吧。宁薇，如果有一天他们要把我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不会有那天的。门关上后，他立刻翻开《大凉凉风华录》，翻到和亲相关的章节，上面写着：15年秋，皇后于避暑行宫密奏皇帝，请以七公主和亲北境，苍狼不足。地狱。现在15年夏末，他翻开日历，数着日子。小说里的宣和15年秋，在现实中对应的是下个月。可能宫里有什么事耽搁了，明天就会来。我报什么警？他没有身份证号，没有户籍地址，没有任何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明。
宣和15年夏末，七公主被禁足。宣和15年秋，和亲旨意下达。宣和16年夏末，启程。宣和16年秋，遇害。现在小说里的夏末和现实中的日期完全混合，他被禁足了，所以来不了。还没到和亲，还没死，还有时间。但是，万一蝴蝶效应改变了时间线呢？万一剧情提前了呢？凌晨3点，龚宁薇做了一个决定。什么事？青青，等我，我来了。蓝色，上下左右全是蓝色。龚宁薇感觉自己在下坠，又像在漂浮，耳边有风声、水声，还有心跳声。不是他的心跳，是某种巨大生物的心跳。不敢看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脚踩到了实地，他睁开眼睛。七公主这次禁足，怕是要到秋后了。听说皇后的意思是要她在祠堂里跪满9981天，这也太狠了。七公主才17岁，嘘，不要命了，让人听见你的脑袋还要不要？宁薇，青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过来的？说来话长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样？他们把我关在祠堂，饿了3天，今天才放出来。他们是谁？皇后的人。她出发去行宫之前，吩咐嬷嬷好好照顾我。先吃东西，吃饱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说。所以，我是一本书里的人，我的命运是写好的。结局是什么？和亲，然后在路上被刺杀。大梁以这个为借口对北境宣战，你是一个挑起战争的工具。所以我母妃说的对，她说这宫里没有人把我当人看，因为我不想像工具一样死掉。所以我们不会让它发生。你学了那么多现代的东西，
不是一个摆设，我们可以改变它。怎么改？从让你父皇离不开你开始。公主什么时候开始锁柜子了？皇后让人传话，说我在禁足期间私藏外人，要家法实体。她怎么知道的？不知道，也许是有人通风报信，也许是她只是随口一说，想找借口整我。昨晚你说的那个方案，我白天想了很多。治水那一块，你找的资料很有用，但大梁的河道和大宋不一样，不能照搬。你白天不是要抄经书吗？还有时间想这个？抄经书的时候手在动，脑子又不用，正好想事情。小说里写，和亲队伍是从南门出发，走官道到雁门关，大概需要20天。如果我在出发前就让父皇离不开我呢？怎么让他离不开你？你给我的那些资料，我已经整理成了一份奏折，明天我会让人呈给父皇。万一他不看呢？他会看的，因为这份奏折的落款不是名字，是北境军情司密报。你伪造军事情报，被发现是要杀头的。不会，因为里面的内容是真的。北境的苍狼部族却确实在囤积粮草，整兵对战。这是我从侍卫们闲聊时拼凑出来的信息，只是没有人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过。你连军报的笔记都会模仿？我母妃留给我的书里有一本是翰林院旧档，我练了3年。明天开始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是他们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。我要去祠堂罚跪了，我跟你去。你去太危险了，祠堂里有侍卫，我可以躲在外面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嘘，翻窗户。你不是说侍卫都在前门吗？后窗下面是一条河，你怎么翻的？我掉河里了，衣服还没干。在这里吃，声音很小的，放心。什么声音？吾乃萧氏先祖，尔等退下。你还会这个？练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这种时候用的。因为你说的那个结局，和亲、遇刺、挑起战争，我信。但我不信那是我的结局，这是我花了3年，一点一点画出来的。每一处守卫，每一条暗道，每一家可以信任的商铺，我不是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一直在等一个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。对，因为你来了。这是弩？对，我在网上找的图纸，用网吧仓库里的材料做的，射程30米，穿透力可以射穿皮甲。
比宫里的弩轻便多了，而且可以连发。看这里，我改装了弹匣，可以装5支箭，射完换弹匣就行。辣椒喷雾对着眼睛喷，能让对方失去视觉至少10分钟。电击棒碰到皮肤就能让对方全身麻痹。求救救哨一吹声音很大，能传很远。这些东西是你特意为我做的？你这边情况比我那边危险多了。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这些。七公主，皇后娘娘有口谕。嬷嬷，请说。皇后娘娘说，七公主禁足期间安分守己，她很欣慰。从明日起，禁足减半，每日午后可以去御花园走动1个时辰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他在怀疑你，是确定了。他掀被子看床底，不是随机检查，是有人在通风报信。我身边有皇后的人。给，御花园的牡丹，今年开得特别好。上课了，今天学物理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所以弓箭射出时，弓弦对箭的作用力和箭对弓弦的反作用力是相等的。对，你理解的真快。因为我射过箭，你说的这些，我在射箭的时候都感受过，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唉，你这个学习能力让我怀疑我大学是不是白上了。大学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那边最高级的学堂。如果有机会，我真想去上。2个同伙被抓，分开审讯。如果都不招，各判1年；如果一个招，一个不招，招的释放，不招的判10年。如果都招，各判5年。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？都会招，因为每个人都怕对方先招。正确，这就是博弈。在你的宫里，每个人都在博弈。皇后和3皇子是都招的组合，他们结盟了。我单独一个人是不招的那个，所以被判了最重的刑。对，但如果你能找到另一个不招的人呢？父皇，他不可能，他是裁判，不是玩家。不一定，如果玩家足够多，裁判也会变成玩家。这不是2个人的博弈，是5方的。因为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送去通政司，就说是边关急报。公主，这是欺君之罪。我知道，按我说的做。陛下，通政司送来一份边关急报。奏折的署名是北境军情司，但皇帝的笔迹鉴定经验告诉他，这不是军情司的笔迹。原来先前那个悄悄的北境军情是他写的。他把奏折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，内容详实苍狼部族的兵力部署图和可能的进攻路线，这些东西连他的军情司都能。陛下口谕，宣七公主明日早朝觐见。你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。儿臣叩见父皇。平身。这份奏折是你写的？是。你从何处得知北境军情？回父皇，儿臣未曾离开京城一步，这些信息是从宫中的侍卫
太监以及外邦使节的闲聊中拼凑出来的。他们说的每一个信息单独看都不重要，但拼在一起，就是这份奏折。陛下，七公主一个深宫女子，怎可妄议军国大事？这奏折来历不明，恐有诈。尚书大人，请问北境驻军现有多少人？此乃军机，不便在此透露。那我替您说，北境驻军原有8万，去年裁减2万，剩6万，其中3万是老弱之兵，真正能战的不超过4万，而苍狼部族可战之兵至少有5万。老七，你留在殿上，退朝后到御书房来。七妹，你这是在找死！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境军务的？从3年前开始，母妃留给儿臣的书里有一本是边塞志略，儿臣读完后对北境产生了兴趣，便暗中留意相关信息。你知不知道私议军务是重罪？儿臣知道，但儿臣更知道，如果北境失守，京城不保，父皇的江山不保，儿臣死不足惜，但不能看着大梁亡在儿臣面前。你的这份奏折，朕会交给兵部核实，如果属实，父皇，儿臣不求赏赐，只求一件事。说。儿臣请旨，参与北境防御的筹备，不是以公主的身份，是以一个读过书、想为大梁尽一份力的人的身份。怎么样？父皇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他说在意，在意就是有戏。你不休息一下？没时间休息。皇后的人明天就会知道我上了奏折，他们一定会反击。我必须在他们出手之前，让父皇看到我的价值。去查七公主最近和什么人接触过。查了1个时辰，结果回来了。七公主禁足期间，除了贴身宫女，没有接触过任何人。难道真是天才？任命七公主萧青瑜为工部协办，负责黄河治理方案的落实。七妹，你以为父皇是真的看重你？他不过是把你当枪使。三哥说的对，但枪也是能杀人的。七公主，这些文书您看得懂？这是去年黄河决口的报告，共32页，其中第17页的数据和第19页矛盾，一个说决口宽度50丈，一个说70丈。请问侍郎大人，哪个是对的？去核实，核实完了再来回我。你今天在工部把那帮人怼得够呛，不是怼，是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来镀金的，是来做事的。你猜皇后现在在干什么？在想办法弄死我。母后，不能让她再这样下去了。工部协办只是第一步，她要是再立几个功，父皇真的会重用她。她一个女子，能翻出什么浪？她翻出的浪已经够大了。朝中已经有人在议论，说七公主比几个皇子都强。北境那边，苍狼部族的使者什么时候到？让他们把和亲的条件提出来，指明要七公主。苍狼部族的使者到了，和亲的条件指明要我。小说里的剧情提前了？不是提前，是蝴蝶效应。我改变了一些事，导致另一些事也改变了。因为如果我这次回不来了，不会的，我们说好了，改变它。怎么改？让你父皇看到，和亲不是唯一的选择，让他看到你比一个和亲跳跃有价值的多。苍狼部族指明要你，朕还在考虑。
父皇，儿臣有一计，可以让苍狼不敢犯境。哦，请父皇给儿臣3个月时间，儿臣在北境防线建一套防御体系。若3个月后苍狼仍然南侵，儿臣自愿和亲，绝不推辞。你一个女子，懂什么防御体系？儿臣不懂，但儿臣读过书，会算账，会用人。防御体系不需要儿臣去打仗，需要的是钱、粮、人和一个正确的方案。这些儿臣可以给。好，朕给你3个月，户部拨银10万两，北境驻军配合你。如果不成，儿臣提头来见。你父皇只给了10万两，我查了一下，光是修一座小型要塞就要至少5万两。所以不修要塞，我们修堡垒群，分散的小型堡垒，相互支援，成本低，效率高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前天给我看的那个视频，2战德军防线解析，我记住了。1个月后，萧青青亲赴北境，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京城。他站在雁门关上，风吹起他的斗篷，身后是6万北境戍军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那是苍狼部族的地盘。公主，您一个女子在这种地方太危险了。将军，你是怕我拖累你，还是怕我死在你的地盘上？末将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听我的，第1道防线从这里开始修。启禀陛下，七公主主持修建北境防线，成功击退了苍狼部族的试探性进攻，敌损3000，我损不足100人。青青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只想要活下去的自由。朕的江山以后需要你来守护。父皇，儿臣不要江山，儿臣只想不被当成棋子。传旨，七公主萧青青封镇国公主，赐封地永州10亿3千户，可自行开府建衙。北境防线由其全权负责，永不和亲。谢父皇。改了，真的改了。明威，我们成功了。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。青青，青青，门打不开了。通道好像不稳定了，你先别急，也许只是暂时的。万一不是呢？万一通道永远关了呢？那你就先在这个世界住下来，我去给你找间客房。青七，通道可能真的永远关了。龚宁威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大梁风华录的纸质版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出版信息：出版社大梁书局不存在，书号无，定价无。更诡异的是，他发现除了他，公主府里的其他人根本看不到这本书。姑娘，您拿的是一叠白纸，上面有字，但这些字不是大梁的文字。等等。这里有行小字，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，出版日期，这本书还在更新。
就好像这本书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怎么了？我搜不到那本小说了。这很奇怪吗？那本小说是我那个世界的，不是你这个世界的。但它是我在现实世界买的。如果它在现实世界不存在，那我买的书是从哪儿来的？龚宁威买书的那天，他走进书店，那个书店他记不清具体位置了，他只记得是一条小巷子里，门面很小，老板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。秦勇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？也许不只是你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，也许我也是。龚宁威在公主府住了快2个月，他已经学会了穿古装，在行礼时不说你好而说万福，但他每天晚上都会去推的那道门，门纹丝不动。宁威，你哥来了。我哥？他怎么来的？我去，还真穿越了。哥，你怎么过来的？你消失了1个多月，我能不过来吗？我在2046门口坐了1晚上，蓝光突然亮了，我就进来了。什么？那边才1个月吗？龚公子。别，您别给我行礼，我受不起。所以你现在被困在这个世界了？差不多。通道为什么会关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也许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，世界线变了，通道就不稳定了。有没有可能是能量的问题？就像手机没电了，充上电就能用。你是说，通道需要某种能量才能开启？我回去研究研究。我在现实世界，你们在这边，咱们两边同时找规律。气运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气运是指国运、天命。你是说，通道的开关和大梁的国运有关？有可能。我改变命运之后，大梁的国运变了，通道就不稳定了。微微，我发现了，通道在每个月圆之夜会短暂开启，但每次只有不到10秒钟。20天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龚宁威每天都在倒计时。萧清汝白天处理政务，晚上回来陪他。你看起来很焦虑。我怕通道不按规律来，万一月圆之夜也打不开呢？那你就多待一阵子，反正我这里缺人手。萧青瑜被封镇国公主后，开始着手治理自己的封地永州。永州地处南方，多山多雨，百姓贫困。萧青青把从现代学来的知识用上了，推广梯田，改良农具，修建灌溉水渠。龚宁威帮他画图纸、算数据、做规划。听说了吗？公主向减税30%，公主还修了学堂，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。你现在是真正的公主了。不，我现在是一个人。宁威，如果明天通道开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回去了？我会回去看看我哥，然后再回来。你还会回来？当然，你这边的事还没做完呢。3、2、1。青
青青，冷静，门还在，通道就还会再开的。我做了一场梦，很长很长的梦。2个月后，龚宁薇恢复了一些，开始帮哥哥打理网吧。他每天机械地给客人开机、收银、打扫卫生，脸上没了笑容，话也少了。薇薇，你要是难受，就别撑着了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想他了。宁薇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通道刚才稳定了不到1刻钟，我赶紧过来了。这2个月你在那边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永州的梯田修完了，今年粮食比去年多收了40%。父皇又给我加了1000户石印，皇后和3皇子现在不敢动我了，我有兵。你有兵？北境6万大军，现在有1半直接听我调令。厉害啊，公主殿下！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。通道不稳定，就是因为我的改变太大了。大梁的气运变了，导致2个世界的连接变得极其脆弱。这次通道能开，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我感觉得到，这个门快撑不住了。那我们就抓紧时间。抓紧时间干什么？帮你把后面的事安排好，让你在那个世界可以平平安安的活下去。宁薇，如果通道真的永远关了，那就用别的方法。我哥说他在研究气运和通道的关系，我们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发现一个规律，通道的开启和你们那边国运的波动是同步的。国运上升，通道不稳定；国运下降，通道反而稳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改变剧情，让大梁变好了，通道反而会关；你要是不改变，大梁按原来的路线衰败下去，通道反而开着。所以我们越努力，通道就越容易关。对。所以我们必须在通道彻底关闭之前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有，而且你已经帮我想好了。你看，永州、北境、京城3个点，我要在他们之间建一条安全链。永州产粮，北营驻军，精心决策，3者互为依托，缺一不可。你想建立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？不是独立，是自保。有了这个基础，以后不管谁当皇帝，都不敢动我。这么多，够我干10年的。那你慢慢干，10年后我再来看你。10年后，你不怕通道到时候已经彻底关了？那就20年、30年，反正我不会放弃。
青音，你这份奏折，朕看了3天，里面的内容朕闻所未闻。父皇，这些都是儿臣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，不一定都对，但至少有用。有用？永州今年的粮食产量翻了1倍，税收增加了30%，百姓没有一户饿死，这叫有用？朕以前看错你了，你不是朕的棋子，你是朕的女儿。传旨，镇国公主萧青青加封永宁节度使，幽州北境军务政务一生将有处置，另赐丹书铁券，免死3次。你要走？通道最近越来越不稳定了，我哥说可能再过几天就彻底关了。我想趁还能回去，把东西带回去。你还回来吗？当然回来，通道又不是永久关。他嘴上这么说，但2个人都知道，也许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宁薇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在我最惨的时候放弃我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，谢谢你帮我改变命运。别说了，再说我要哭了。你哭吧，在我面前你不用忍着。青青，不管通道开不开，我都在。薇薇，你得接受现实，通道可能真的关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想接受。请问包夜多少钱？你怎么来的？走来的。你猜我在路上看到了什么？一家奶茶店，居然和你们这边的一模一样。通道又开了？没有，通道彻底关了，但我找到了一条新路。什么新路？我发现只要我想来这里，就会出现一扇门，不是2046那扇，是我脑子里的门。你是说，你可以靠意念穿越了？好像是这样，不过每次来的时间有限，大概1个时辰左右。现在还有1个时辰，你想做什么？先来碗泡面。我得回去了，永州那边还有一堆事儿。下次什么时候来？不知道。可能明天，可能下个月，但我一定会来。宁薇，谢谢你。你又说谢谢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说谢谢你，让我知道了被人珍惜是什么感觉。公主，京城来报，陛下身体欠安，召您回京。知道了，准备一下，明日启程。他又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是他？说不定是老鼠。老鼠不会喝奶茶。来了，今天带了永州的桂花糕，
刚出炉的。让我好找啊，青梅。三皇兄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永州真的是一片风水宝地，把我大梁的士兵养得已经不知道该效忠的人是谁。三皇兄说笑了，将士脚下是国土，自然是以保家卫国当先。皇后下月生辰，对七妹甚是挂念，让我特来请七妹回宫叙旧。